没错，这次要拆解和测试的是移速 W05 磁吸充电宝。大家在官网能查到的那些信息我就不去重复了，直接测试那些参数表里看不见的信息。最后还有拆解。现在是5瓦的加载测试。最大功率可以突破5瓦，这是 7.5 瓦加载测试，峰值的时候可以到8瓦，这是10瓦的加载测试，峰值功率也可以超过10瓦，这是15瓦的加载测试。峰值功率可以超过15瓦。在15瓦的时候插入充电器，会降低到5瓦输出，然后充电功率是在10瓦左右。10瓦输出的时候插入充电器，也是会降低到5瓦，充电的功率也是10瓦左右。7.5 瓦输出的时候插入充电器，也会降低到5瓦输出，充电的功率也是在10瓦左右，保证电池能充进去，也能提供无线充电。5瓦输出的时候直接连接充电器，会重新握手一次，然后进入5瓦充电，输入的功率也是在10瓦左右，所以 W05 的无线输出是可以边充边用的，只是这个时候的无线输出功率会偏小一点，但是可以让电池充进电的同时也能无线充电。它的磁吸定位，除了这个圆环，还有这个方向定位的磁吸块。你要是担心它的磁吸力不够强，会松脱，我们测一下。一般来讲，标准的磁吸环它的吸力都是足够大的，但是我们还是验证一下，看它有多大的吸力。760、780、800克、820、830、820，我测到最大需要820克的力才能把它给拉开。W05 现在已经冷却到了室温状态。放电测试还有一个目的是验证它的电芯能量值，所以我们会选择一个中间大小的功率进行放电测试。移速 W05 的放电最大功率是12伏 1.67 安，也就是20瓦。所以为了让测试仪上的损失减到最小，让测量尽量的精确，我这次选择9伏1安来放电。电流设定1安，电压设定9伏，开始记录，启动负载。现在是9瓦放电，现在放电的时间是过去了30分钟，放电的功率还是维持在9瓦。正面发热区最高的温度有 35.9 度，背面的温度不算高，还没有我的手掌温度高，大概有29度。现在放电放了1小时5分钟，放出了10瓦时的能量，最后2个指示灯已经灭了，电量已经低于了 75%。放电功率还是维持在9瓦，正面的发热区最高温度 38.2 度，背面最高也只有 30.9 度。电量指示灯被挡住了，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电量。不
不过现在放电已经过去了1小时35分钟，放出的能量值有15瓦时，猜测一下大概还剩余20%到30%的电量。放电功率呢还是维持在9瓦。表面的温度现在最高的地方有 40.1 度，背面的温度现在有 33.1 度。放电结束了，现在正面的温度最高的地方有 33.1 度，背面的温度最高 32.6 度。放电停止，功率已经减到0。从100%放电到0%用了1小时39分钟。放出的能量值是 15.4 瓦时。这根线是放电的功率曲线，整个放电过程功率都一直维持在9瓦，没有变动。我们估算一下电芯的能量值 15.4 除以额定能量值 19.25 瓦时乘以100%，转换效率计算值是 80%， 所以估算它的能量值是有 19.25 瓦时的。现在 W05 已经冷却到了室温状态，我这里的室温现在有20度。W05 有2种充电模式，一个是5伏3安15瓦，还有一个是9伏2安18瓦。我们从冷却状态开始给它充电，开始记录。充电，现在的充电功率18瓦9伏2安，现在充了有8分30秒。正面的温度这里最高有44度，背面的温度比较低，最热的地方28度29度。看这里，功率还是维持在18瓦。现在充了25分钟，气温还是20度，功率还是保持18瓦。正面最高温的地方升高到 47.2 度，背面的温度升高到 33.7 度。现在充电用的时间是43分钟。我的仪器挡住了2个指示灯，现在闪烁的是第3个指示灯，电量是在 50% 到75% 之间，充电功率还是维持在18瓦。正面的温度变化不大，最高的地方有 48.5 度。背面的温度还是比较均匀，最高的位置 35.2 度。因为它的背板是一块金属，所以它的温度会比较均匀。现在第4颗灯在闪烁，也就是超过了 75% 的电量。时间用了58分钟，功率降到了15瓦。可以看到，从超过 75% 以后，功率开始慢慢下降。正面的最高温度还是 44.4 度，并没有再继续升高，反而还降了一点。背面的温度最高也只有 34.4 度。现在充了1小时12分钟，功率现在已经下降到了6瓦多一点。正面的温度降低到了35度，背面的温度也降到了 30.9 度。现在的电量大概已经充到了接近 90% 了。电量从 0% 充到 100% 用了1小时43分钟。充入的能量值是 21.7343 瓦时，这个时候正面的温度已经降到了 26.3 度，背面的温度也降到了 25.3 度。整个充电过程的发热不算高，这说明它的转换效率比较高。这一根是它的充电功率曲线，前半段一直维持在18瓦充电，大概用了80多分钟，把电量充到了 80% 到 90%， 然后功率持续下降，直到充满。我们估算一下充入的能量值，输入的能量值是 21.7343 瓦时。由于这个充电是降压电路，会比放电的升压电路转换效率高，所以我们按 90% 计算，估计充入的能量有 19.56 瓦时，是高于额定能量值的。
我重新把 W05 冷却到了室温状态。大家都知道无线充电的转换效率会比有线充电的低，所以无线充电的发热会比有线充电要大一些。W05 的无线充电最大功率是15瓦，我们让它输出15瓦，看一下它的散热能力。启动计时，开始放电。现在室温降到了19度，无线充电的功率现在是15瓦。充电3分半钟以后，这个位置是发热最大的地方，温度有 38.2 度，不过也不算高，只比人体的温度高了一点点。金属外壳的这一边，最高温度只有 29.4 度。现在时间过去了8分钟，这一边的温度也还是只有38度。金属外壳的这一边，现在最高也只有 32.9 度，比人的体温还低了几度。说明 W05 的温度控制比较严格，可以根据温度实时调整输出功率，让表面的温度停留在一个舒适的区间。时间过去了16分钟，贴在手机的这一面温度还是维持在38度，金属外壳的这一面最高还是在 33.6 度，整体的散热还是不错的。时间过去了34分钟，电量下降了2格，还剩一半。贴近手机的那一面温度还是在 38.3 度，金属外壳的那一面温度还是只有 34.3 度。所以得出一个结论， W05 在无线充电的时候，温度会自动控制在38度到39度左右。现在扫描一下 W05 支持的快充协议。Seiko 支持了这9种快充协议。这个是 PowerZ 检测的结果。展开一下 PT 协议。W05 的无线充电支持4种充电功率。实测下来，5瓦对应的是 BPP 协议， 7.5 瓦对应的是苹果充电协议，10瓦对应的是三星充电协议，15瓦对应的是 EPP 充电协议。这个图表是所有充电协议的汇总。这是刚才测试的4个无线充电协议。Seiko 支持的协议比较多，有 QC 3.0、QC 2.0、华为的 SCP、FCP， 还有三星的 AFC、BC 1.2 的协议，还有 PE 协议。PD 协议支持有3个固定的电压，还有2种 PPS。W05 的规格书里面标注它的 Seiko 有这3种输出功率。现在我们去验证一下，然后同时测量一下它的空载和满载的文波，以及它的极限电流。现在是5伏3安这个档位，这是5伏空载的文波，平均有5毫伏。现在是5伏3安，满载的文波有80毫伏。3.01、3.02、3.06、3.07，它的极限电流是 3.07 安。切换到9伏 2.22 安这个档位，9伏空载的文波平均是6毫伏，9伏满载 2.22 安，文波是162毫伏。2.39、2.4，它的极限电流是 2.4 安。切换到12伏 1.67 安这个档位，12伏空载的文波7毫伏。12伏满载 1.67 安，文波平均164毫伏。1.78、1.79、1.8。12伏这个档位的极限电流是 1.8 安。
这个图表是测试的数据汇总。从极限电流看，3个档位的输出功率是达标的，而且还能超载一定的功率使用。从空载的文波看，3个档位的文波都在10毫伏以内。从满载的文波看，5伏的文波在100毫伏以内。9伏和12伏的文波虽然超过了100毫伏，但是也不是很大。而且从波形看，它们的文波都比较平滑，也就是没有太多的高频噪声。总的来看 ，W05 的 C 口电源输出品质还是蛮高的。W05 的这个铝合金外壳让我有点惊喜，因为它的加工工艺看起来一点都不简陋。看这个 C 口的开孔，还有旁边指示灯的圆孔，做工比较精致。还有侧边物理按钮的这个孔也很精致。看到这个金属的边框没有？我感觉这个物理按钮是一个金属的。看，这个错下来的是金属粉末。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按钮，跟 iPhone 一样，用的是金属材料。还有，看这里，这个是用 CNC 切出来的凹槽，对应的是这个位置。这个卡扣会扣在刚才那个凹槽上面，所以它会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不会因为胶水失效以后而松脱。四周的铝板厚度有 0.7 毫米。从切开的截面看，是实实在在的铝合金外壳。顶盖和侧面一样，都是 0.7 毫米的厚度。储能电池用的是一块锂聚合物电芯，标注的容量是5000毫安时，能量值标注的是 19.25 瓦时。我把这个位置的胶给清理掉了。这块玻璃的厚度有 0.5 毫米，还是有一定的韧性，所以你用的时候不用担心它会碎掉。你确实不用担心它会碎掉，我都把它掰弯成这样都没有碎。看，我刚才夹起来的部分也碎了。导磁材料是脆的，撬的时候已经碎掉了。这个是它的温度传感器。W05 的电路板两面都有电子元件，背面靠近无线充电的线圈，这3个芯片应该就是负责无线充电的。这个是无线充电的主控，这2个是驱动线圈的 MOS 管。
正面的这个大芯片就是它的主控芯片，智荣的 SW6201。现在我要测试一下 W05 的待机电流有多大。测试一下，可以启动无线充电。也能给手机正常充电。等它灯熄灭以后，就能看到待机电流。我现在的档位是安培档位，能够分辨1毫安的电流。现在待机电流已经低于1毫安。换到毫安档，待机电流只有 0.25 毫安。这颗电池的容量是5000毫安时，也就是说按5000毫安的电流放电1个小时会把它给放空。如果放电电流是1毫安，它将可以放电5000个小时。所以 W05 即使放着不用，至少要5000个小时才会把电池给放空。我现在直接从电池上面引出2根线，去验证一下它的5000毫安时。刚刚我把电池重新充满了，现在电池的电压有 4.4 伏。我这里的气温现在只有17度，给电芯做放电测试它的电量，可能会比正常的25度的环境测出来的值要小一点。放电模式选择恒流，放电电流选择1安，截止电压选择3伏。把电池和电路板断开，直接连到测试仪。这样可以保证测量尽量精确。开始放电，漫长的放电已经结束。电池的空载电压还有 3.072 伏。我们看一下放电测试的结果。这个是电池剩余的电压，放出的电量总共是5124毫安时，放电用的时间是18490秒，也就是5小时08分钟。放电的电流是1安培。这个测试得出的结果是 W05 的电芯电量是有足够的5000毫安时。刚才的每一个测试都有阶段性的总结，这里就不去重复了。归纳一下 W05 让我印象深刻的关键词：它参数没有虚标，金属外壳散热不错，发热量低，有线和无线的输出功率充足，并且电源的品质不错。还有就是玻璃面板有韧性，不容易碎掉。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